大家好，我是小小，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还是没看到云阳大哥耶，没关系，他不重要了，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努力前进的动力哟。人家相信大家一定都是来看小小的。还有，在故事开始前，请记得一定要先帮小小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并分享出去哦，谢谢大家了。细说土耳其第2章，前言：咖啡戒严与伊斯兰正统。你能想象吗？在17世纪的鄂图曼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堡，如果你在大半夜被发现在街上偷偷喝了一杯热咖啡，下场竟然是不需要经过任何审判，直接就地砍头耶！天啊，这听起来是不是无比的荒谬？但这就是真实发生在这个庞大帝国的真实历史哦。在上一集我们聊到了鄂图曼土耳其这个大魔王，为了对抗东边的波斯帝国什叶派意识形态威胁，刻意挥军南下，夺取了伊斯兰的2大圣城。他们从原本充满包容的边疆政权，摇身一变成为了逊尼派绝对正统的最高捍卫者。这种为了抢夺正统话语权而疯狂扩张的举动，虽然让帝国的权力与版图达到了巅峰，但也悄悄埋下了一颗毁灭性的定时炸弹。当一个国家不断用最高、最严格的标准强调宗教正统，把这当成对抗外敌的万灵丹时，整个社会的氛围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极度保守与僵化。今天这集，我们将把时间推进到17世纪，来看看这股为了对抗外部敌人而激化出来的正统焦虑，是如何在帝国遭遇衰退时彻底失控，最后狠狠反噬了帝国自身。这不仅是一场引发街头暴动，甚至把喝咖啡视为死罪的内部宗教净化运动——卡迪扎德里运动 （Kadizadeli Movement）， 这更是我们理解现代中东极端主义运作逻辑的一把关键钥匙哦。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17世纪那个充满猜忌、肃杀与疯狂的伊斯坦堡街头吧。第一部分：战争失利与银币危机。进入17世纪，原本处于巅峰状态的鄂图曼帝国，突然像踩了刹车一样，迎来了帝国史上的大空转与大衰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是对外的部分，帝国那个战无不胜的神话彻底破灭了。在西线，帝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爆发了长达13年的哈布斯堡鄂图曼战争，最后双方打成平手，苏丹被迫在条约中承认哈布斯堡君主与自己平起平坐，原本帝国至高无上的形象严重受损。更惨的是在东线，东边波斯萨菲王朝那位号称阿拔斯大帝的狠角色崛起，打得鄂图曼军队节节败退，连大魔王塞利姆一世当初好不容易夺下来的粮仓巴格达都被波斯给抢了回去。军事扩张一停滞，帝国就无法再靠掠夺新领土的财富来维持运转，军事威望更是一落千丈。但真正把百姓的生活推向深渊的，其实是帝国内部的财政大崩溃。大家一定很好奇，第1集不是才刚说帝国强大到不行，怎么一眨眼就通膨严重，经济破产了呢？这就是国际贸易与经济学的神奇之处了。当时，西方西班牙帝国在美洲，也就是现代的秘鲁与墨西哥，开采了海量的白银。这些源源不绝的白银经由欧洲走私涌入中东，引发了席卷全球的白银革命。这导致鄂图曼帝国的法定银币阿克切瞬间一文不值。为了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帝国官僚想出了一个无比愚蠢的饮鸩止渴法子——货币贬值。朝廷偷偷把银币融化，往里面掺入大量的铜和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掺水货币。结果，这直接导致了帝国境内爆发了毁灭性的恶性通货膨胀。原本能买1头羊的钱，现在连买1袋面粉都不够，物价翻了好几倍，百姓的积蓄一夜之间变成了废铁。经济一崩溃，官僚系统为了捞钱，开始自毁长城。帝国朝廷将传统由军事贵族管理的土地制度改成了税收承包制。简单来说，就是朝廷把地方的收税权外包给了出价最高的贪官污吏。这些承包商为了在有限的任期内捞回本，对底层农民实施了近乎吸血的疯狂剥削。
这直接导致安纳托利亚农村爆发了长达数十年的武装暴动，无数老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在这种充满绝望、焦虑与极度剥夺感的社会氛围中，一位名叫卡迪扎德·穆罕默德 Khadijahman 的基层讲道教士抓住了底层的怒火，顺势崛起了。他站在清真寺的讲坛上，用极具煽动力的口吻告诉无路可走的民众：帝国为什么会衰退？大家为什么会变穷？并不是因为朝廷制度败坏，完全是因为你们背离了先知的教诲，信仰不够纯洁了。卡迪扎德提出了一个极端保守的核心诉求，必须全面清除所有在先知穆罕默德时代不存在的创新 bid'ah。他宣称，只有让社会严格退回到7世纪阿拉伯半岛那种最纯粹、最原始的状态，帝国才能重新获得真主的眷顾。这股后来以他为名的卡迪扎德里运动，就像野火一样，迅速在绝望的底层群众中燃烧了起来。第二部分，逊尼派教士大斗法。在这里，小小要先帮大家做一个非常硬核的知识科普哦。很多观众听到宗教冲突，第一反应可能是我们常听到的逊尼派与什叶派的世仇之争，但卡迪扎德里运动完全不同。这是一场发生在逊尼派内部的兄弟阋墙。卡迪扎德里派跟他们攻击的苏菲派，在教义大分类上统统都属于逊尼派。这场斗争的本质是原教旨极端主义与神秘主义包容派之间的内战。苏菲派强调内在修炼、包容，甚至带有音乐与舞蹈，在帝国扎根极深。但在卡迪扎德里派眼中，苏菲派简直就是十恶不赦的一端。保守派教士指着苏菲派的道堂破口大骂：先知当年有伴随着音乐礼拜吗？有跳着旋转舞来寻求神圣连结吗？都没有。这全都是亵渎。不过，如果我们用我们频道独门的财政分析心法来看，你就会发现，这根本不是纯粹的神学辩论，而是一场残酷的财政分配与饭碗争夺战。怎么好像台湾立法院里面也有？在鄂图曼帝国，苏菲派之所以能成为国中之国，是因为他们手里握着伊斯兰世界最强大的金融外挂瓦克夫 （Waqf） 及宗教信托基金。数百年来，苏菲派各个教团，例如梅夫拉维教团、拜克塔什教团，名下累积了惊人的免税财产，包括海量的土地、磨坊、公共浴池、客栈，甚至是热闹的市集。这些基金源源不绝地产生租金与利润，让苏菲派的长老们过着富可敌国的优渥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跟帝国最精锐、同样在首都从事各种商业垄断的禁卫军耶尼切里达成了深度的利益同盟，形成了一个外人根本插不进手的军工宗教利益集团。反观发动暴动的卡迪扎德里派，他们的支持者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主要是帝国官办宗教学校毕业的年轻失业学生，以及领着固定微薄朝廷薪水的基层清真寺讲道教士。当恶性通货膨胀袭来，这些没有瓦克夫信托基金撑腰的底层神职人员和穷学生，生活过得无比凄惨，每天都在挨饿边缘挣扎。当他们转过头，看到那些天天跳着旋转舞、喝着昂贵咖啡、抽着烟的苏菲派大师们在精致的道堂里数钱时，积压已久的阶级仇恨与相对剥夺感瞬间引爆了。所以，他们把咖啡和抽烟打成了亵渎真主的死罪，本质上就是为了在道德上彻底搞臭这群苏菲派财阀，好发动一场合法抢夺对方庙产、夺回财政主导权的宗教大清洗。于是，卡迪扎德里派煽动狂热的底层暴民冲上街头，暴力砸毁苏菲派的道堂，捣毁与苏菲派利益共生的咖啡馆。双方在伊斯坦堡的街头爆发了超级严重的流血冲突，真的是杀红了眼呢。第三部分，苏丹的算计。面对这场几乎要撕裂社会的宗教暴动，你猜当时的统治阶层是怎么做的呢？这就是历史最讽刺也最现实的地方了。当时的苏丹穆拉德四世并没有选择平息狂热，反而在这股极端力量背后
看到了巨大的政治利用价值。为了巩固自己摇摇欲坠的皇权，顺便打击那些拥兵自重、越来越不听话的禁卫军与苏菲派长老，穆拉德四世选择了跟卡迪扎德里派联手结盟。苏丹顺水推舟，颁布了帝国史上最严厉的禁令，全面查封伊斯坦堡的咖啡馆，严禁饮酒与吸烟。穆拉德四世甚至还会在夜晚微服出巡哦。一旦在街上发现有人偷偷抽烟或喝咖啡，根本不需要任何审判，直接就地处决。大家发现了吗？政客与统治阶级根本不在乎神学教义，他们眼睛里只看得见权力。这场名为宗教净化的运动，完全沦为了统治者铲除政敌、实施集权高压统治的借口。第4部分，底层苦难与社会内耗。在这场教士大斗法与政客大算计的政治风暴中，付出最惨痛代价的，永远都是手无寸铁的无辜老百姓。17世纪的鄂图曼帝国社会陷入了一种类似猎巫的恐怖气氛，邻里之间开始互相监视、互相举报。一个普通的穆斯林，可能只因为在自家后院偷偷喝了一杯咖啡，或者在聚会中唱了一首苏菲派的诗歌，就会被狂热分子揪出来当作异教徒毒打，甚至被推上刑场送命。整个国家把庞大的精力全部浪费在你的头巾绑得对不对，你做礼拜的姿势标不标准这种毫无意义的内部消耗上。原本充满活力与包容性的伊斯兰文化，被这套死板残酷的原教旨主义彻底绑架，动弹不得。结语：历史的镜子。回顾17世纪的卡迪扎德里运动，你会发现，这简直就是现代中东极端主义与教派冲突的完美原型。当社会面临经济危机与大国衰退时，总会有极端分子跳出来，用最血腥、最排他的道德大棒来净化信仰，并试图重新洗牌社会资源。而精明的政客则会毫不犹豫地利用这股狂热来巩固自己的权利。最终，国家陷入无止境的内耗，人民只能在恐惧中度日。但历史的巨轮并不会因为鄂图曼帝国的停滞而停止转动哦。就在伊斯坦堡的保守派教士们为了能不能喝咖啡而杀红眼的同时，西方的欧洲正在酝酿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呢。下一集我们将迈入18世纪，当西方的启蒙运动与科学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时，陷入内部宗教与财政内耗的鄂图曼帝国将迎来什么样的降维打击？这个曾经让欧洲站立的伊斯兰巨兽，又是如何一步不沦为任人宰割的欧洲病夫？如果你喜欢小小今天带来的硬核历史，请一定要帮人家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并分享出去哦。我们下集见咯，拜拜。